何人？顾侍郎，下官金部郎中陈前忠，见杜甫灯火通明，想来也是魏总的同僚，便来看看。没想打扰了顾侍郎，见谅。无妨，无妨。我曾经也在杜部当过差，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帮忙。那您可会写这审阅文书？会。顾侍郎，这文书不用重写，仓部、杜部都没有问题。给金部漏记了的日子和轮转文书，得补一个证明，由金部审了，落了字、盖了印，方可继续轮转。不用重写，那怎么写？我在杜部干了1年，才把这流程跑明白了，终于凑齐了，看到了钱库账册。1年？是啊，整整1年。后来我就调到了金部，就再也用不着这些了。那如今您在金部做什么呀？一开始统计各州上交的税赋，后面连这个也不让我做了。眼下只做给各部同僚派俸禄发官饷，清闲得很呢。既然这么清闲，为何亥时还不回家？顾侍郎，我听说你要查前朝旧账，真的查吗？假的查已经有好几次了，都是做做样子。之前我一直想做这件事，可是前面有太多的阻碍，不让你查下去。旧账不可翻，我就记新账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新账也可以被改。纵使顾侍郎有陛下支持，但一旦查账，势必得罪很多人，还不知道前面有多少阻碍。我人微言轻，没有什么能帮顾侍郎的，唯有代劳些暗读琐事，小心提醒，希望顾侍郎少走些弯路，少惹些麻烦。您入朝为官多少年了？20多年了。那对朝中人事应该十分了解。我知道的确实不少，想说的也很多，就是不知道顾侍郎问的是什么了。我就想问一件事：这前朝的账怎么才能查下去？真正的查下去？既然是这个问题，我可以给顾侍郎3个名字。兵部熊志全、礼部温如雪、吏部韩广元，这是追查前朝旧账最关键的3个人。这3位在各自官衙为官多年，消息最多，人脉也最广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都是科举及第，并非出自门阀世家，和太后那些前朝勋贵牵扯不大。这些门阀大姓在一世家根本就瞧不上考科举入仕的寒门勋贵，他们虽然同朝为官，见面相视一笑，但实则面和心不合，根本说不到一块去。如此看来，他们还真的有可能对我们出手相助啊！可若是想博取这3位的信任，也并非易事。兵部熊志全，勇武好战，战功赫赫，生平只服比自己能打。礼部温如雪，叶家的旁支叔祖，
前朝著名的清流大儒。老爷子看不惯前朝的弊病，已告病多年。晚辈叶世安，拜见温老先生。你是叶知秋的独孙吧？正是，只是晚辈与祖父缘浅，在晚辈年少时，祖父便驾鹤西游了。他倒落得个清净。前朝末年的种种离乱，都一概躲过去了。老来常喜明日少，不似汝辈难处多。这是祖父生前写的赠孙中的一句话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年轻人，你来找我，必是朝中有事求我。你大概觉得我和你祖父昔年同窗有旧，好说得上话吧？啊？其实晚辈早已知道，你与祖父割席断交，老死不相往来了。你知道，还上门来见我，就不怕我把你轰出去？晚辈还知道，二位断交的其中缘由。吏部韩广元，圆滑贪财，左右逢源，手里不知握了多少官员的把柄底细，却始终没人能摸透他的底细。你舅舅曾经是我的上司，我们同朝为官多年。你既是他的外甥，那便也是我的亲外甥了。想要什么，都好说，好说。若九思想要的是您花费无数心血所著的《百官节录》呢？那可是好东西啊！你这些钱怕是不够。那是自然。还是不够啊！名震幽州乃至东都的花如胭脂布，日进斗金有了它，就相当于有了一棵摇钱树。差得远，差得远哦。顾侍郎，如果给不了一个更高的价格，那就只能恕韩某端茶送客了。可这韩广元一身的滚刀肉，我是极尽利诱，他是有眼不见。这3个人，我已经给顾侍郎了。接下来顾侍郎要怎么做，能不能说服他们，那就是顾侍郎自己的事了。天色已晚，我先告辞了。陈郎中，是我舅舅让您来的。江尚书说了，若他的外甥连这么明显的手笔都分辨不出，才有这最后的祝福。韩广元此人城府极深，他究竟是忠还是奸，是助力还是置于我们此地的毒蛇，江尚书也分辨不清。只有靠顾侍郎自己判断。陛下，臣已盘完前朝账册，又根据吏部、礼部、兵部的账册，共对出1500万的缺口。
居然有1500万的缺口。库银流失甚是惊人，吏部、礼部、兵部并户部联名上书，恳请陛下彻查到底。顾爱卿，仗是你清谈，眼下你有什么想法，说说吧。臣以为，当彻查追讨。前朝疲弊，又经战乱，库银流失数目巨大，未必尽数为贪墨。朝中重臣多为国之栋梁，清廉自好。臣建议彻查库银，当清廉者嘉奖，贪墨者重罚，赏罚分明，以彰法纪。如此甚好。顾爱卿，一事不妨二主，彻查追讨之事，你就接着去办吧。臣遵旨。臣还有一个请求，说。彻查库银事务繁琐，臣斗胆想请陛下多增派些人手。好，朕准了。众爱卿，可有人愿意相助顾侍郎？臣愿意。臣愿意。臣愿意。还有吗？不要不自量力了。臣愿意。要唱一句高歌，与君扁舟，几缕漂泊，与君迢迢跋涉江湖客。笑人道是非应缘生杀与夺，皆快意难脱。与君纵马驰骋山河，与君战场无惧风雨。真厉害！身手不错，师祖何人啊？哎呀，我没有师傅，没人教你武艺。我自小东学一招，西偷一招，全是野路子。世上竟有这样的武学奇才！实不相瞒，我这次找你比武，那是有事求你。我若赢了你，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如何？赢了我，别说一件，10件我都答应你。那倒不用，1件就好。赢了。臣愿意。晚辈读了先生与祖父年轻时互赠的诗文，发现祖父呢不问朝堂，不问世事，一生只为治学；而先生则认为读书人应当入世经纬，心系天下。2个昔日好友却志向相左，那分道扬镳也在情理之中啊。陈年往事了。其实我和你祖父也没什么两样，我一心匡扶大荣，可是大荣最后还是亡了，而我如今不也一样的飘然世外，了却残生？不一样。先生可能隐居山中数年，有所不知。如今我们叶家呀，就只剩下我和一个妹妹了。我们叶家连同旁支，一共100余条人命，在大荣末年，扬州之乱之时，都被逆贼
残杀殆尽了。当年祖父为了躲避朝堂黑暗，选择去江南避世治学，可谁成想，结局会如此惨烈呢？国家兴亡，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，所以晚辈以为，若是时光可以重来，祖父一定会选择跟先生站在一起，为天下的黎民百姓努力至最后一刻。可是如今的大夏，也一样的风雨飘摇，朽木为官，禽兽食禄。就凭你我这样的读书人，又能改变些什么呢？如果依旧是徒劳呢？君子当以出世之心，行入世之事，方能无悔。这句话，是晚辈看到您在年轻时写的诗词里的一句话。也正是因为这句话，晚辈得以从黑暗中走了出来。而今日，晚辈想以这句话恳请前辈。晚辈需要您，如今的大夏更需要您，需要您老的赤子之心呐。郎中，若九思初的架势，将库银彻查到底，天下海晏河清，吏治清明，这个架，您是否满意？好，非常好。朕有众位爱卿，乃是朕之幸事，乃是大夏之幸事。殿下，您慢着点。父皇好些时日没来问我功课了，我近来颇有长进，去向父王汇报汇报，他一定高兴。王弘啊，陛下，你说这才过了多长时间呢？那顾九思就把案子办得有声有色，我看要不了多久，就会查出个水落石出了。顾侍郎确实能干。生子当如顾九思，这小子有才干，有情义。是啊，听闻顾侍郎父亲早逝，他对陛下用心至纯，恐怕心里也有几分把陛下当成父亲来敬爱了。哦，是吗？是的，陛下。好啊。其实我倒真希望他是我的儿子。哎，我的育儿要能像他那样，那就好喽。不过是前朝的一笔糊涂账，都是些死无对证的东西，不足为惧。那个顾九思刚刚掀起一点小风小浪，你就乱了阵脚，怎么就这么沉不住气啊？陆尚书，那顾九思确实厉害。下官从未见过如此雷厉风行之人，短短几日就走完了文书，查了钱库的账册，如今又连同其他5部一起查账。下官着实是怕了。倘若
五步收之一对，那我们的窟窿可就捂不住了。